当修女们惊恐地发现面目狰狞的玛丽修女和曾经猥亵泰娜的另一个修女的尸体时，都被吓傻了。神父把愤怒全部都发泄在泰娜的好友身上，他歇斯底里地对女孩严刑逼供。虽然女孩一开始就招认泰娜回家了，但神父仍然不相信一个女孩会独自在没有食物和补给的情况下去穿越400公里的沙漠和荒原回家。很快，被发现的脚印说明泰娜正在这么做。神父咬牙切齿地安排人必须把她抓回来。而泰娜不眠不休地走了一夜。他用原住民的方式定位方向，渴了就喝山泉，夜晚躲避野兽，睡在高处。没想到运气极好的碰到一个正在偷偷放牧的原住民，而且此人还认识泰娜的父亲。他同情女孩的遭遇，把女孩留下，承诺帮她联系父亲。卡拉焦急地等待着侄儿的讯息，整个家庭都在绝望的边缘摇摇欲坠。可是寄出的信如同石沉大海。艾玛每天茶不思饭不想地守在丈夫的坟前，这让儿子杰克复仇的怒火熊熊燃烧，巡视在自家的牧场，期待遇到仇人以报仇雪恨。卡拉看着每况愈下的艾玛非常担心，希望能够开导她。但艾玛最终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追随丈夫而去。达顿家的经营情况也越来越糟，只能靠不断的抵押土地和变卖牛群来维持。雅各布渐渐痊愈，开始可以到屋外晒太阳了。本来已经年过半百的他，在经历了这次重伤之后，更显得苍老和衰弱。他看着侄孙杰克那一脸的愁云密布，直言现在达顿家的情况很糟，最糟的是没有首领，而杰克还无法承担起重担，所以要万般谨慎，一不小心就会倾家荡产。杰克愤愤不平地回屋。班纳则努力地帮着矿老板开疆破土，不断在黄石农场周围买下倒闭的农场开矿。矿老板为了奖励他，送他一栋现代化的小楼安家。班纳彻底地成为矿老板的小弟。老达顿猜到了班纳和矿老板的勾结，但眼前的状况根本无力反击，只能不断收缩来尽可能地保全实力。他嘱咐卡拉一定要看好杰克，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最容易意气用事。此时的杰克在屋里生闷气，内心无法接受爷爷的判断。未婚妻伊丽莎白走进来，她告诉杰克自己也失去了父母，但自怨自哀不是办法。而且杰克在不断地冷落自己，现在没有婚礼也没有爱，那还不如送自己回城呢。说完转身而去。一席话让杰克意识到自己的疏忽，他追出门，在旷野中向未婚妻说出了结婚誓言。Take Eula Stratford to be my lawfully wedded wife, for richer and for poorer, so long as we both shall live. 小两口再次和解了。伊丽莎白向卡拉提出婚礼的事儿，当卡拉说还得再拖一拖时，女孩羞涩地说出自己已经怀孕的事实，这让卡拉开心不已。这是达顿家这几个月来最大的好消息，马上就答应尽快安排。斯宾塞在看到卡拉婶婶的信后，马上带着亚历克斯开启了回城之路，先驾小船前往港口，再找轮船穿越海洋。但是从非洲没有直接到达美国的轮船，只能先到英国中转。即便如此，最近的一艘客船也要等3周以后。斯宾塞决定另想办法，他找到相熟的私人船长，船长告诉他，带这个美丽的女人上船绝对是羊入狼群，恐怕一出海就性命不保了。熟人把他介绍给一个拖船的老头，这个咳嗽不停的老头在找不到水手的情况下接受了斯宾塞，他的船第二天出发。清晨，不想让亚历克斯冒险的斯宾塞留下一封信，就打算独自离开，却被已经醒来的亚历克斯叫住，喊他亲自口述。斯宾塞不得不说出自己的打算，他留下钱让亚历克斯先回英国，等自己安排好家里的事儿再来接他。女人平静而坚定地说，要么一起，要么分手，只能选择一次。斯宾塞看着女人倔强的脸，马上就妥协了。
在前往港口的路上，亚历克斯告诉斯宾塞，在大型轮船的船长室里可以发电报。于是，斯宾塞闯进了一艘游轮的船长室，给家里发了电报。然后带着女人来到拖船前，眼前的这艘小破船让亚历克斯瞬间惊呆了。小船驶向大海，目的地是苏伊士，那里可以找到开往世界各地的大船。男人悲观地宣布假期结束了。女人则乐观地宣布冒险开始。扭头，两人就一脸嫌弃地看着老船长煮着3罐肮脏的豆子罐头。接着，小船躲过了一艘因事故被遗弃的幽灵船。夜晚，两人就在屋里听老头讲起海上的各种传奇。故事结束时，老头感叹大海就像狡猾的狐狸一样。睡觉时间到了，大家轮流值夜。老头草草向两人介绍了如何掌舵后，就去睡觉了。亚历克斯兴冲冲地握着船舵，体验起船长的感觉，嘴里不停地打趣，让习惯孤独的斯宾塞心底涌出一阵温暖。他忍不住扭头向女人说了声谢谢。女人一边开着玩笑，一边警告男人，如果下次再怀疑自己的追随的决心，那自己也会收回信任。斯宾塞忙着解释，那不是怀疑，是担心女人跟着自己经历危险。女人告诉他，那也不行。男人郑重地承诺，以后不会了。小船冲开黑暗向前行驶着，后半夜亚历克斯忍不住睡了过去。男人小心翼翼地叫醒他，该换班了。船舱里这个咳得一手帕都是鲜血的老头挣扎着坐起来，斯宾塞想顶替他值班，老头却固执地拒绝了。也不知睡了多久，斯宾塞突然发现船的发动机安静了，他忙着起身去查看，结果发现船长老头已经死在了驾驶舱里。斯宾塞通过对讲机求助，而那艘幽灵船正兜兜转转又出现在前方。斯宾塞急打方向，但还是撞上了，小船瞬间就被掀翻。冬雪悄然而至，卡拉再次前往邮局等待侄儿的来信。路上碰到了班纳和邝老板。邝老板满脸堆笑地迎上来，介绍自己叫唐，买下了旁边伊丽莎白父亲的农场。他提出想见老达敦，如果约不上时间，他就亲自上门。卡拉说自己会转达给丈夫，冷漠地驾车离开。班纳担心卡拉不会卖农场，但邝老板胜券在握地表示，熬过这个冬天，这个老太婆就会求着自己买了。卡拉推开邮政所的门，终于收到了侄儿的电报。斯宾塞即将回家的信息让卡拉奶奶激动的手都在颤抖，但她哪里知道，那艘已经出事的小船把所有的希望抛入了深不可测的大海。逃亡的印第安女孩泰娜被好心的牧羊人收留后，换上一身男孩的衣服，烧掉之前的衣物，埋掉圣经，改头换面，隐姓埋名。但他杀人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家里，2名警察直接冲进了奶奶的木屋，一番搜查。不明所以的奶奶既担心又迷茫，她不相信孙女会杀人，拖住警察询问，却被警察推倒，撞在铁炉上，再也没有爬起来。老雅各布可以独自走到牛圈了，虽然还要依靠拐杖，但明显气色不错，步伐也稳健了不少。工头赞恩跟了过来，雅各布告诉他侄儿即将回来的好消息，虽然估算起来还要近2个月才能到家，不过现在已经可以开始物色人手了，为发动反击做准备。赞恩表示，很多农场的倒闭导致牛仔都去加州谋生了，现在人手不好找，但自己会尽力的。缺少人手似乎是个广泛的问题，执法队的人员招募工作也很不顺利。有人对女人面试颇为惊讶，于是对卡拉出言不逊，被一旁的杰克怒揍。合适的人很难得，而且卡拉很谨慎。一个从芝加哥过来的前警察很快通过了面试，很多天了才招募到3个人，这个人数离需要的20人远远不够。治安官威尔安慰卡拉慢慢来，卡拉则表示留给自家的时间不多了。
紧接着，他开始犹豫要不要把事情告诉治安官威尔。雅各布站在自家的门口远眺，他告诉身边的卡拉，远处的山边正在修路，那些路所带来的是福是祸无法确定。卡拉奶奶则毫不介意地希望得到一台洗衣机和一辆汽车，她对这些现代文明的机器充满期待，并且警告丈夫，后面的所有战斗都只能让执法队去解决，自己再也不能失去任何人，特别是丈夫雅各布。但雅各布并没有在意卡拉的想法，他指着那些山告诉卡拉，矿老板买了南北两边的地，已经成包围之势，他们开始开山辟石的挖矿，会破坏农场的水源和环境，如果不拼命就会失去一切。卡拉赞同地告诉丈夫，所以自己找了援军。这时治安官威尔驾车前来，爱面子的老雅各布马上丢掉拐杖。威尔上来就问遇袭这件事的真假，雅各布撕开衣服，露出胸口的弹坑。威尔认为这么严重的事儿不第一时间报警，简直令人无法接受。雅各布争辩道，如果不隐瞒，那么自己万一没有挺过来，那些银行早就过来收走了整个农场了。威尔赞同那些银行是毫无人情的，但是他不能任由老雅各布的复仇行动掀起一场战争，这一切必须走法律程序。于是宣布，明天他会抓捕班纳等人，但同时也会带走老雅各布到警局录口供。这让一心要发动一场复仇行动的老雅各布怒气冲天，冲着卡拉怒吼自己很生气，就转身离开了。卡拉追了上去，她告诉丈夫，自己承受着接二连三失去亲人的打击，眼看着一切都凋零破碎，努力苦苦支撑这个家的同时，还要担惊受怕的日夜精心照顾他，把他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杰克失去了双亲，伊丽莎白也失去了父亲，又和母亲决裂。每个人的痛苦都不少，这一切忍辱负重，并不是为了让一家之主醒过来就去复仇。如果雅各布为了复仇而丧生，那么这个家就垮了。一席话说的雅各布无言以对，他需要理清纷乱的思绪，于是无言扭头走向马圈，奋力为坐骑套上马鞍，上马驰骋而去。夜幕降临，卡拉坐在廊下独自写着什么，小两口在屋里讨论着孩子的话题。杰克对怀孕这件事既好奇又惊讶，抱着妻子的肚子问来问去。雅各布轻轻穿过走廊，来到卡拉身边，他向卡拉表明自己并不是为了复仇，而是想维持这种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他让卡拉闭上眼，去想象对比那些高楼耸立现代化的大城市，表面光鲜，私下充满垃圾和混乱，被物欲横流裹挟的人痛苦而空虚，而黄石农场所拥有的高山流水，人和动物与自然和谐共存，这里才是生活最合适和最舒服的姿势。最后他告诉妻子，他要赶走这些贪婪的人，只是想保护这里的一切能够留给子孙后代，等到100年之时，可以安息在这片土地的林间树下，不用担心被尘世覆盖。从颠覆的小拖船中，斯宾塞救出了亚历克斯，自己的枪以及一点淡水和背包，在一望无际的蔚蓝中等待救援。炙热的阳光灼烤着两人，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中，运气比一切努力都重要。几个小时后，鱼群开始围绕着小船觅食，船舱里的食物和尸体不仅引来了鱼群，还引来了鲨鱼群，这让斯宾塞紧张地起身巡视。夜晚，精疲力尽的斯宾塞终于靠着亚历克斯睡过去。忽然，远处的轮船声惊动了他们。斯宾塞冲着天空放枪，两人奋力求救，终于引起了轮船的注意。一艘救援小船来到两人身边，两人幸运地被救了。在船长室里，惊魂未定的两人猛灌了几杯威士忌。这艘船的目的地是法国马赛。斯宾塞提出请船长为两人主持婚礼，自己想与身边这个女人结婚。亚历克斯瞬间眼眶湿润，经历了这些生死后，结婚是两个人1分钟都不想耽误的事。船长猜到两人没有婚戒，于是拿出一盒子已故船员的遗物戒指供两人挑选。亚历克斯觉得拿死人的东西不太吉利，斯宾塞倒是不介意，觉得这些戒指和九死一生的自己很相配。船长取下自己妻子的戒指交给亚历克斯，作为自己和妻子对两个人的祝福。亚历克斯开心地收下了。
于是简单的婚礼，激情四射的新婚洞房，这对小情人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夫妻了。星空下，两人跑到船头，斯宾塞告诉亚历克斯，自己曾经担心带走女人是个错误，所以老天不停地降下诅咒，大象、狮群、帆船。但即使如此，自己也不肯放手，自己要向老天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一席话成了这夜空中最好的结婚誓言。斯宾塞揽过女人，女人深情地告诉他，白首不分离，生死永相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覆盖了整个山谷，把农场和周围染成了一片雪白。这天，老雅各布将带着杰克一起去见治安官，这让卡拉和伊丽莎白担心无比。班纳过上了奢靡淫乱的生活，在矿老板送的豪宅里叼着雪茄，开了香槟，正准备和2个妓女翻云覆雨，就被一阵门铃和敲门声打断。治安官带着一群警察站在门口，老雅各布站了出来。班纳一阵惶恐，忙狡辩道：“是老雅各布先动手杀人的。”治安官威尔告诉他：“你擅闯私人牧场，谋杀未遂，吊死你也是正当防卫。”然后就命人把班纳扣了起来，带上了车。班纳的同伙忙着向正在开矿的唐纳德报信，唐纳德坐上车，匆匆而去。很快，班纳就见到了唐为他安排的律师。律师告诉班纳，第2天就可以帮他保释出来。班纳请求律师帮忙赶走豪宅里的2个妓女。唐纳德决定亲自去处理。家里焦急等待的卡拉在给斯宾塞写信。对他来说，这2个侄儿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特别是年龄小的斯宾塞，从小就安静而敏感，是个非常好的听众。卡拉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寄托。伊丽莎白说自己也想要一个寄托，但是比起写信，更喜欢烤蛋糕，可惜自己不会。卡拉便开始手把手地教他怎么烤蛋糕。正当2人用作烹饪来分散焦虑等待的思绪时，老雅各布轻轻出现在门口。卡拉奶奶终于抑制不住地扑上去拥抱了丈夫，而女孩更是迫不及待地跑去找杰克。雅各布告诉卡拉，班纳已经被抓了，接下来就是等待审判。卡拉奶奶对这个结果很满意，不用丈夫再去冒险，这样是最安全的。晚餐时，杰克读着报纸，新闻里出现矿老板唐纳德的名字，他被任命为新的一届矿业协会的副会长。杰克感叹道，他又是矿业老板，又是协会会长，既当裁判又当球员，怎么谈得上公平呢？不过爷爷老雅各布不也是吗？既是农场主，又是畜牧协会的会长。雅各布认为应该对这个毛头小伙子分析一下这件事儿，于是他说道，人少的时候开会就能解决问题，人多的时候开会就不好使了。当成为一个国家，就需要政策和法律来解决问题了。但利益各方都会争取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或法律，所以这件事情里没有对错，只有制衡。说到这儿，老雅各布表示自己正在做的就是要通过法律来保护家庭和农场。至于杰克，既然生儿是个牛仔，就要努力维护自己所处的立场和家庭。这时卡拉奶奶听不下去了，站起来打断他们，并要求餐桌上以后不允许谈政治。伊丽莎白也起身离开。杰克不解伊丽莎白为何生气，雅各布告诉他，不是生气，是恐惧，因为他们听出这已经不是畜牧业内部的矛盾了，而是行业之间竞争的矛盾，而且这个战斗刚刚开始。泰纳的父亲跑马回到家，发现老人倒在地板上死去多时，紧接着他发现屋外的地上有马蹄印，根据马蹄印判断来者是政府的马，因为只有政府的马才会打上马掌。这时一个男孩来到门口，受父亲之托带信儿给男人，说自己父亲收留了他的女儿，希望他尽快去接。跑马料到事态很严重，于是赶紧告诉男孩要绕路回家，以免被人跟踪，自己处理完手头的事儿马上就会赶过去。看着男孩离开，跑马在屋前埋葬了老人，然后回到放牧区，简单收拾了点行李并带上武器，匆匆离去。果然，男孩在回家的路上就碰到了追捕泰纳的几个神职人员，他们查户口一般询问着男孩。男孩觉得这些问题冒犯了自己，拒绝回答。其中一个叫喊着要把男孩送回学校去，说着就跳下马直奔男孩而去。男孩也不示弱，拿起火堆里的木柴就搏斗起来。
可惜对方人多势众，男孩马上就被打翻在地。3人认为男孩也是出逃的学生，不由分说就把男孩绑了起来，由一个人送他回去，另外2个人继续追捕泰纳。跑马在路上遇到了男孩的坐骑，并发现男孩被抓走时遗落的帽子，还有未熄灭的火堆，预感到情况不妙，于是跟踪着脚印追上了男孩和押送他的神职人员。篝火边，那人正在兴致勃勃地向男孩说着自己传教的光荣历史。他认为印第安人如果拒绝被改变，就只能被灭绝。男孩问他是否杀过人，神职人员承认自己杀过人，但是以上帝之名。男孩接着说，不仅杀人，还盗取别人的土地，这是假的传教士。杀人越货早已违反了圣经的律法，却没有被惩罚，这说明上帝根本不存在。气得这家伙一边暴揍男孩，一边扬言要把男孩杀掉。这时跑马及时赶到，他一刀了结了这个家伙，救下了男孩。2人决定连夜赶往男孩家。清晨，另外2个人在河边碰到了放牧的泰纳，其中一个抓住女孩就想撕烂她的衣服确认男女，被泰纳戳瞎了眼睛。瞎了眼的神父发疯般地殴打着泰纳。汉克及时赶来，开枪解救了女孩。正当他想把女孩救走，一个受伤的家伙捡起枪打死了汉克。女孩则抓起一块石头，奋力将其砸死。轮船进入意大利海域，路过西西里岛时，船长把2人偷偷放了下去。船员善意地提醒斯宾塞，意大利的统治者墨索里尼不允许私人携带武器，所以如果要进入意大利内陆，最好把武器处理掉，以免引起黑手党的注意。2人订好了船票，就在酒店的露天餐厅吃饭。亚历克斯又在逗这个沉默的男人开心，直到把斯宾塞逗得忍俊不禁才罢手。正当2人卿卿我我之时，亚历克斯的未婚夫及家人突然出现在一边。警长来到学校了解案情，当查看女孩们的卧室时，发现泰纳好友的床也空了。神父轻描淡写地说那个女孩死了，对死因却只字不提，只说孩子夭折是件很正常的事儿。神父告诉警长，派出去找泰纳的人都没有回来。警长感到情况不妙，决定立刻启程。跑马接到了女儿，带着2个孩子开启了逃亡之旅。夜晚的火堆边，跑马计划着往南方的逃亡之路，忽然看见女儿和男孩正含情脉脉地眉来眼去，他马上警告2人，现在是性命攸关之时，先活下来才能谈未来。叛逆的泰纳却一把抓起男孩的手，一脸挑衅地对父亲说，自己一直过着命悬一线的生活，所以再也不相信什么未来，现在的一切才是最真实的。一席话把老爹怼得无话可说。男孩被泰纳的勇气鼓舞着，勇敢地紧握着泰纳的手。老爹丢下一句天亮前出发，扭头拉起毛毯躺下。女孩靠在男孩怀里，温暖的火光下，泰纳终于忍不住把久藏心中的压抑苦难全都释放出来，伤心地痛哭着，一声声抽泣刺痛着老爹的内心。很快警长一行就找到了3具尸体，并且发现逃走的印第安女孩多了2个同伴。警长分析他们会逃亡到科曼奇保留地，于是打算提前坐火车去守株待兔。冬雪覆盖的田野显得一片萧瑟，一支马队来到城里，老雅各布带着牛仔们来参加对班纳的庭审。他惊讶于班纳竟然有律师。治安官威尔介绍说，那些律师是来自为矿业服务的律师事务所的。开庭后，班纳的律师直接申请无罪开释。法官召集2边律师询问，班纳的律师称，对方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抓了人，而己方有达顿杀人的证据，而且由矿业公司担保，所以申请无保释金保释。警方律师称，以雅各布·达顿在本地的声望和作风，从不会无辜诬陷任何人，基本可以给此人定罪，所以不同意保释。法官听完双方的陈述后称，自己当初签发抓捕令是在有众多口供的基础上，但自己不知道警方没有证物。在警方获得证据前，班纳获得保释。
被释放的班纳得意地来到雅各布身边，完全不听律师的劝告，挑衅地当面骂雅各布是个告状的怂包，扭头嘲笑杰克一定是死了老婆，并伸手就给了杰克一拳。这时法官大声禁止当庭斗殴，班纳还仗势欺人的嘲讽达顿家已经老弱病残了，这个仇自己会到达顿家的土地上去报。老雅各布回敬他，到时候自己会亲自送他一程。回到别墅的班纳还在兴奋地怒骂着，号称要杀死达顿全家。矿业老板唐纳德则打断他，循循善诱地告诉他，复仇只是一时的快乐，无尽的财富才是永远的快乐。黄石农场就蕴藏着丰富的财富，但要拿到黄石农场不能蛮干，要有计划和手段。唐纳德分析道，老雅各布只是个感情用事的农场主，他热爱他的土地，只要夺走他的土地，比让他死还要令他痛苦。这时身后传来女人的呼唤，唐起身表示睡觉的时间到了，然后转身上楼，看着楼梯口那个双眼无神的妓女，班纳突然意识到唐纳德更像是一个贪婪而熟知人性善恶的恶魔，他有能力把人性里的恶无限放大，并从中获得乐趣和财富。与他的交易就是与魔鬼的交易，而这个交易却让班纳享受到从未有过的肆意妄为的满足和快乐。就如同那两个被唐留下来的妓女，在金钱的诱惑下渐渐丧失人性，迷失在互相报复和欺凌的快乐中。这场雪预示着牧场的冬天提前到来，雅各布只好安排把存着的草料拿出来喂牛，但明显不够挺过一个冬天。为此，雅各布只好到银行办理借款。来到镇上，赞恩提出要去看看家里的妻子，老雅各布同意了。借款并不顺利，大萧条和蝗灾使大量的牧场倒闭，针对畜牧业的贷款项目烂账层出不穷，大量的违约迫使银行不再放贷。虽然老雅各布并没有违约，但银行认为那只是迟早的事，因此建议雅各布换成利率比较低的农场抵押贷款。雅各布拒绝了，30年的还贷期相当于给子孙后代留下了沉重的债务，这不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能干出来的事儿。老雅各布毫不犹豫地转身而去，而这一切马上就被汇报到唐纳德那里。赞恩回到家里，其乐融融地和妻子共进晚餐，两人小别胜新婚，恩爱了一番。而窗外一个人影正在默默地观察着一切。清晨，几辆警车停在赞恩家门口，警察野蛮地敲开大门，就把赞恩的妻子抓住，理由是他违反了该州的婚姻法。赞恩冲出来阻拦，被打晕在地，然后一帮人丢下血肉模糊的赞恩和2个惊恐的孩子，驾车离去。伊丽莎白流产了，杰克耐心地在旁安慰。女人沮丧地说自己不能生孩子就失去了意义。杰克说，卡拉奶奶一辈子都没有自己的孩子，但养育了自己和父亲还有叔叔，对这个家意义非凡。他劝慰妻子，失去孩子是命运的安排，但怎么生活是自己的选择，自己选择了女人就会接受她的一切，至少自己选老婆的眼光比女人选丈夫的要好多了。这一句话把女人逗得破涕而笑。We take what life gives us. It's all we can do. 卡拉看见老雅各布坐在门口神神秘秘地捏着一块毛巾，出门询问。老雅各布告诉妻子自己正在锻炼失去知觉的手指，然后感叹自己多么痛恨衰老啊，要不是因为深爱卡拉，自己早就揣一瓶酒到山上去自生自灭了。话语间，雪地上一辆车子载着不速之客到来，唐纳德刚下车就引来双方的对峙，卡拉大声地阻止着，唐纳德却似乎很高兴自己受到如此紧张的接待。他站在雪地里自说自话地分析着畜牧业和矿产业的区别，声称未来的黄石将是旅游业的天下，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到时候谁拥有的土地最多，谁就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财富。说到这儿，他话锋一转，告诉老雅各布，他知道达顿家的农场并没有负债，但却没有交房产税，而自己已经代为缴纳。这笔钱老雅各布得在开春前偿还，否则冬天一过他就会来收地。说完，丢下一脸苍白的2个老人，转身扬长而去。
斯宾塞带着妻子登上了去伦敦的船，同船的还有亚历克斯的前未婚夫，这让亚历克斯倍感尴尬，躲在房间里很多天都不出来。这天终于经不住斯宾塞的劝说，出来甲板上透透气，结果还是碰上了女友。女友上来就惊叹亚历克斯的逃婚多么惊天动地，不仅气走了父母，把前未婚夫也气得不肯见人。他担心这个猎人只是把女人当成猎物，热情一过就会弃如敝履。亚历克斯拿出结婚戒指，得意地说已经弃不了了。女友脸上闪过一丝微妙的情绪，一边祝福一边又表示这会成为伦敦上流社会的一个爆炸性新闻。言下之意，这门毫不般配的婚姻到最后只会是笑话。这引起了亚历克斯的斗志，他决定晚上去餐厅用餐，用恩爱的事实击破那些流言蜚语。当晚盛装之下，帅气美丽的两人把对方惊呆了，临出门还忍不住要热吻互诉衷肠。No. What a tragedy. 餐厅里热闹非凡，前未婚夫一看到这对恩爱的小夫妻，气得脸都绿了，于是各种挑衅。My fault. Apologies. It's certainly your fault. Got about 30 seconds of bullshitting me. Then I'm gonna mop the fucking floor with you. Arthur! 甚至冲上前要与斯宾塞决斗。斯宾塞看着这个瘦弱的小子， I kill for a living. 不屑地带着妻子起身离开，把这个伯爵之子彻底气疯了。他爬起来高声怒骂亚历克斯就是个婊子，这一句话让斯宾塞停住了脚步，转过来一拳将其打翻，宣布自己接受决斗。甲板上，伯爵之子选了自己拿手的击剑，从未学过剑术的斯宾塞拿起剑热吻了妻子，大步上前2下就干净利索地缴了武器，宣告胜利。伯爵之子爬起来想要偷袭，又被斯宾塞暴揍一顿，拖到其父亲脚前。结果这家伙还不甘心，干脆拿出枪冲了过去，被斯宾塞直接举起来丢入了海中。可这时船长带着一行人以非法决斗的罪名将斯宾塞关了起来， On my honor, I say it. 又在老伯爵的要求下把亚历克斯也关了起来。很快，斯宾塞就被驱逐下船，送回陆地。当他提出要带妻子一起走时，被拒绝了，因为老伯爵质疑两人婚姻的合法性。而这时，亚历克斯被好友偷偷地放了出来，他提着简单的行李，拼命寻找押送斯宾塞的小船，但最终没能赶上，只能看着心爱的人被送走。愤怒的亚历克斯给了老伯爵一耳光，然后拼尽全力地向斯宾塞呐喊，约定两人在寄信的地址蒙大拿的波兹曼见。这对有情人被无情地拆散了。与此同时，雪地里，卡拉奶奶写下了给斯宾塞的最后一封信，也是本季的最后一封信。 You must hurry, Spencer. You must hurry. Or there will be nothing left to fight for. 好的，本集剧情就介绍到这里。唐纳德是向达顿家全面开战了，而斯宾塞这个救星却各种耽误在路上，忍不住期待下一季了。真希望斯宾塞和亚历克斯能早日重逢。好的，这一集就暂时聊那么多，谢谢大家的耐心观赏。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期不见不散。